好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会把神牛的多支闪光灯装进同一款柔光箱，看它们在高速同步状态下的真实潜能。出厂的灯呢有 V100热靴灯、AD200和它的圆头灯、它的方头灯以及它的 J 头，还有 AD300。 还有 AD400 Pro 和它的 HE400P 分体灯头，我们统一使用这款32英寸的 SMDV 柔光箱。镜头呢是佳能 RF35 毫米 1.4 定焦，机身是佳能的 R52。好，首先是 V100C， 功率开到最大，水动输出。 首先，我们不开闪光灯。好，可以看到环境光没有任何影响。那么从这个柔光罩到我们拍摄目标的距离呢，大概是2米啊，也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工作距离。好，这是 V100的直方图。接着我们用 AD200的圆灯头试一下。功率全开。 可以看到这个圆灯头好像比 V100还要稍微暗一点。再来一张。好，直方图没什么变化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用 AD200的 J 灯头看看它的表现。AD200的 J 头我们就要换这样的一个转接环。对。 好，这头全功率啊！再拍一张，好像跟 V100也差不太多嘛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AD200方头的表现。 好 ，AD200方头全功率输出，看到直方头了啊，方头明显比接头和圆头要亮，比 V100也要亮。再拍一张。好，这个时候假如说我们用0.004秒一点式呢，大家可以看到。 这个方头灯的亮度刚刚好。回到1/8000呢就欠爆了啊！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看 AD300的表现。AD300就需要用原厂的叫 G1转接环。 全功率啊！我们看直方图 ，AD300全力输出呢，比 AD200的方灯头稍微亮一点点。对，稍微亮一点。那如果用0.004秒一点式的话 ，AD300是非常完美的一个。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AD400用 H400P 分体灯头的时候的亮度。
开。从直方图可以看出来，它明显比300要亮一大截儿。好了，也就是说 AD400的1/8000点是完全可用的。要知道用分体灯头其实对高速同步的功率是有点衰减的。如果不用这根线，直方图会再往右偏一点。额外的加点细啊，看看 AD600 Pro 加 H600P 分体线的时候亮度怎么样。那这个时候就要换柔光箱了啊，这种小的罩子没有保容口。我们用一个装了保容接环的 SMDV 36英寸柔光箱。AD600全功率输出，哇，这个直方图相当漂亮。大家看到了啊，比 AD400 Pro 还是亮很多的。好，我们借 AD600的造型灯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。可以看到，如果想要很舒适的用1/8000秒快门、光圈点式来拍外景高速同步的话呢，肯定是 AD600最轻松一点。AD400 Pro、AD300 Pro 都相对有点吃力。AD200的3个灯头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方灯头，它的方头反而是最亮的。可以挑战一下4000分之一秒 f1.4的这种场景。其他2个灯头都没有它那么亮。V100虽然只有100瓦秒的功率，但是实际表现也不错。在一些不是很亮的地方，如果是用4000分之一秒、2000分之一秒的话呢，也可以试试看，只不过它回电会偏慢一点。好，那么室内场景的测试呢就告一段落，接下来我们就户外实战一下。